经纪人给我接了脑力比赛的综艺，人设是一问三不知的傻白甜，尤其是要突出梁飞的聪明才智。别搞笑，以前让我立什么绿茶人设就算了，傻白甜，你逗我清华研究生玩呢？节目现场，导演悄悄把录播改成了直播，我火了，梁飞被骂蠢蛋。我是江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好在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我的梦想。对，就是进娱乐圈。父母拗不过我，答应只要我考上清华研究生，就同意我进娱乐圈。结果当然是姐们进来喽，不过我隐藏了自己大小姐的真实身份，靠着颜值进来喽。对，就是花瓶。我进娱乐圈只为一件事，追星。追谁？当今娱乐圈男顶流江醉墨。无论是唱跳男团还是演技派演员，他都做得极好，兴趣爱好广泛，摩托、滑板、冲浪等样样精通，不会的项目也上手很快。当我的经纪人拿着这份合同来找我的时候，我的快乐溢言表。谁知他太看不起我了，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花瓶。一同参加的当红小花梁飞一直立高智商高情商人设，而我的任务自然就成了衬托他的小白花。哦，我没答应。节目开始的那天，经纪人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胡来，毕竟我现在的形象是个花瓶小绿茶，知道我的人不多，知道也只是为了黑我。从前我不在意，但现在不行，谁让江醉墨就在我旁边呢？开拍的前一天，经纪人突然跟我说，录播的形式变成了直播，够刺激啊！让我来感受一下什么叫网络的力量。参加的6位嘉宾，除了我江醉墨、梁飞以外，还有歌王周凯，参加过超强大脑的脑王许艺，以及女演员蒋洛。我是第一个出场的。这人谁啊？素人吗？救命！这不是江月吗？死绿茶都能参加综艺了，姐妹能不能展开说说呀？黑料太多，你去看越描越黑的超话，全是骂他的。当然，这些弹幕我并不知情。紧接着，其他嘉宾就出场了，纷纷对我点头打招呼，我也热情回应。节目组牛逼，把许艺请来了，他可是上一季超强大脑的脑王。妈呀，梁飞也来了，他超级聪明的，导函数他能口算，你说牛不牛？我的天，江醉墨，呜呜，江醉墨超棒的，终于等到你！我看见江醉墨的那一刻，其他人在我身边都黯淡下去。他长久以来像一束光一样照着我，此刻他逆着阳光从门口向我走来，像是梦一般。于是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跟他打了招呼。哈喽，我是演员江月。他谦虚地微微鞠躬，虚虚与我握手。哈喽，我是演员江醉墨。见状，大家都纷纷打招呼。我对江醉墨好感更深了，于是当然快乐地坐在了他旁边。我们录节目的地方在一个大别墅里，每天要完成相应难度的题目，才能换同等的食物或者现金额。最先解答完20题的人可以获得一次自由出行的机会，第2和第3名可以去超市随意采购，后面3名则不能出门。我的目光总是似有若无地落在江醉墨身上，规则都没有好好听，忍不住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巴掌。江月，你别像个大变态一样盯着人家。但是他妈的太幸福了，呜呜，喜欢了多年的偶像就坐在自己旁边。弹幕已经炸了，这个江月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干嘛老往江醉墨那边凑？自己没骨头坐不住啊！救命！江醉墨不喜欢女生靠他那么近，现在心里可能憋屈死了吧？之前不认识江月，但现在见识过了，他真的很绿茶。滚！江月带领的绿茶滚出差了。我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见一众顶流里，导演把摄像头对准了我。应该是要 Q 流程吧？这种事别人做都掉价，还是要我来打破现在的宁静，开始做题？让我当这个恶人是吧？没问题，我爽快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答题？导演见嘻嘻一笑，别着急，接下来要没收嘉宾的所有个人物品，包括电子产品和食物。我无所谓的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往面前的箱子里一丢，没了有江醉墨在，我还需要什么手机？啊哈哈哈，合不拢嘴喽。到了梁飞的时候，他委屈巴巴地抱着自己的兔子玩偶，这个玩偶陪了我很多年了，不抱着他我会睡不着觉，能不能就不上交了？节目组爽快答应了。但是不是我犟，真不是，是我喜欢犯贱。于是乎，我用雪白的手指戳了戳他兔子里硬邦邦的一块地方。梁飞姐姐，这是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手机？但反正所有人都觉得我绿茶，当然要明知故问。节目组眼尖地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于是笑容满面又惋惜地收走了他的兔子玩偶。他真的很绿茶，可是梁飞带手机确实不对呀，这一波将乐队。但我站中立，上交完全部物品以后，每人得到了厚厚一本草稿纸和3支黑水笔。导演，现在发放第1题，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去选房间，或是写题。其他人着急忙慌去选房间了，我倒是无所谓。于是，在大厅解题，直播相机跟着梁飞上楼去了。一个人影在我旁边坐下，长腿盘起，抓着笔的手指骨节分明。他冲我笑笑，便开始做题。我看呆了，想流口水，憋住了。第1题是很简单的高中数学，把 f(x) 导一下，再把题目数据往里带一带就出来了。
2分钟以后，我和江醉墨先后去交了答案。没想到许一早就做完了，不愧是脑王啊，看一眼就觉得想要磕了吧。房间剩下的2间就是我和江醉墨的了。他礼貌的让我先挑，我2间探头看了一眼，然后选了没有大全深镜的那间。江醉墨挑眉问我：“你们女生搭配衣服不用照镜子吗？”我害羞浅笑：“不用了。”其实我知道他有一个人练舞的习惯，到了不熟悉的环境，看着镜子练舞会让他更有安全感。第2天早上，我们6人去客厅拿早饭，却发现只有5份。蒋洛疑惑：“导演，是不是少准备了1份饭啊？”导演摊了摊手：“只有5个人提交了昨天题目的答案啊，那就只有5份饭。”我们一时间尴尬起来，谁会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弹幕笑疯了。还用猜吗？肯定是江月呀！江醉墨高中一直全校前几名，蒋洛是硕士来着，许一脑王绝对不可能，梁飞好像是中科大毕业的，也不可能。那么江月和周凯里面到底是谁呢？周凯是音乐生，成绩应该不太好吧？可能是他哎。我们小宝要努力啊！我觉得是江月，他傻的连手机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是大智若愚呢？我无所谓的耸耸肩，拿起其中1份杂粮煎饼就啃，好吃哎！你们快吃啊！画壁又喝了一口豆浆。他在干什么？不知道没答题不能吃吗？我余光看见江醉墨笑了，可能也饿了，不好意思开口了吧？我吃了他就好意思了。果然，他也拿起杂粮煎饼和豆浆了，然后赞同地对我说：“确实不错。”其他人见状纷纷动手，只有梁飞没动。我眨巴眼睛：“梁飞姐姐，你没做出来吗？”他一脸尴尬，火冒3丈，但压住了憋屈的脸，咬着牙。我昨天太累了，选完房间就洗睡了，没想到不做题不给吃早饭，本来想着吃了饭再做的，我哦了一声，脑瓜子一转又说：“那你现在写吗？很简单的，写完就能吃早饭了，要不然挨到中午太难了。”他面色尴尬，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梁飞难道不会这题吗？前面的懂什么？女明星是要管理身材的，你以为都跟江月这个胡豆一样？蒋洛好麻烦，可是就算不吃也可以写一下这道题吧，毕竟要看谁先写完20道。导演组意识到什么，慌乱地打断我：“各位嘉宾，接下来发布第2题到第4题哦，吃完就写。”江醉墨看着我狼吞虎咽，不禁好笑：“你不用管理身材吗？”我笑着摇摇头：“我胡咖，你放心，而且我胖了。”他被逗笑了，挺瘦的，搞笑。我看江醉墨就是在嘲讽他胖吧，哈哈哈哈。有一说一，江月身材真挺好的，至少我觉得比梁飞和蒋洛都好。第2题是物理加速度，2个公式一套就出来了。第3题是化学方程式配比，元素周期表和几价几价的几乎焊在我脑子里。So easy。第4题是数学的立体几何证明题，一堆因为所以之后我写完了，又和江醉墨一前一后交卷，又发现原来许一已经交完了。很快蒋洛也答完，只剩下了梁飞和周凯。什么情况？为什么江月写这么快？他是不是背题了？梁飞不是中科院的吗？这么小儿科的题目，他这么半天还没写出来。我有一个脑洞，下午导演组加了一个临时任务，快问快答题，最后2名要打扫客厅的卫生。此话一出，我眼珠子转了一转，如果我和江醉墨是最后2名，那不就可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了吗？嘿嘿，可惜江醉墨不可能最后1名啊呀！我准备见机行事。第1题，说出5个 con 开头的单词，5个嗓音不同的人快速但并不一致的答完了，且并没有重复。蒋洛诧异地看了一眼周凯：“你可以啊，英语偏科。”周凯嘿嘿一笑：“这不是得唱英文歌吗？”我姨母笑得看过去，这俩小子有点微妙啊，暧昧的粉红泡泡都要喝饱了。不过有人开心，有人愁啊。梁飞那一口白牙都要咬碎了，脸色铁青地躲着镜头。我们都朝他看去，他尴尬地摆手：“我英语不太好，你们都把我知道的说完了，我得想想。”边说还边对导演组使眼色。于是导演说可以重复梁飞 con 一得，全场尬住。空气直接冷了，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丢下一句：“这段剪掉。”然后啪啪啪上楼了。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这是直播吗？梁飞好像有那个大病，愣是让我把江月看顺眼了。天啊，他这么耍大牌的吗？当他的工作人员也太惨了吧？有没有可能梁飞被人排挤了？江月肯定给导演组塞钱了。粉丝还行，要不要脸啊？导演组看着弹幕乐了，不解释反而继续拍，反正合同都签了，流量越高当然好处越大，大不了之后就不跟梁飞合作了呗，反正看情况也要糊了。这镜头对准我的时候，我刚好翻了个白眼，装什么装啊？要演技没演技，要成绩没成绩，拿这么高的工资，这是诈骗啊！卧槽，江月好勇，笑死了！这姐直接翻白眼，我哪知道弹幕在说什么，我只想跟江醉墨多待一会儿。但是导演组约却不说话了，有一种奇怪的冷场感。我摇摇头开口：“既然这样，要不算喽，我们分工把家里扫扫。我扫房间之外的地怎么样？”江醉墨看向我点头：“那我跟着你扫过的地方拖。”我的妈！江醉墨主动跟我一块儿打扫卫生。蒋洛也接过话：“我打扫厨房周凯，我打扫厕所许毅，让我把家里4处都擦擦吧，整理整理。”于是我们就爽快地开始大扫除，这日子还是惬意啊！我拿了扫帚在卫生间等江醉墨洗拖把。
周凯拿着抹布在擦墙，咂了嘴说：“是哥，你和江姐站一块挺搭呀。”赏心悦目的呢，我内心狂喜。我1.7米，江醉墨老师1.85米，可能身高比较搭吧。哈哈，江醉墨颇有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哈哈哈哈，江月是一点不收的呀，江月，快来磕我和江醉墨呀！哈哈哈哈，快来磕呀！家人们，我哭死，江月他超爱。对，就是的。我在前面扫地，余光一直往后瞟，瞟到第5、6、7、8次的时候，余光里那个穿着无袖黑 T 的大帅哥突然站直了身子。江醉墨问我是觉得我拖弟弟不干净吗？我连忙摇头，矢口否认。他勾嘴笑开，那你看什么呢？你拖得太干净了，干净的能反光。我在照镜子，江醉墨当时那个表情，3分不可置信，3分憋笑憋出内伤，3分嘴角抽搐的无奈和1分鄙视。没关系，我超爱的。家人们，我真的要笑疯了，这地板能照镜子吗？这可是木质的呀。江醉墨表情扬我，他不会就这样洗白了吧？真的很茶呀，离江醉墨远一点。楼上的你不觉得梁飞更过分吗？打扫卫生好歹是江月主动的，梁飞可什么都没干啊。我扫了完了一层，问江醉墨要不要洗一下拖把，他点点头去了。趁这个间隙，我回房间拿2个面包放在了梁飞放门口，贴了个便签节目组。从昨晚到现在，估摸有20个小时了。梁飞除了水，应该是什么都没吃。这2个面包是昨天前3名的夜宵。江醉墨拎着拖把，又端了一杯柠檬水过来。你小子很会享受嘛。他眼眸弯弯，低着眼看我，阳光从窗户边照进来，他好像一只可爱的金毛大狗狗啊，好想摸摸头。江醉墨把杯子往我面前递了递。我受宠若惊，给我的。我刚刚喝过了，蒋洛泡的，给你带了一杯哦，不是特意为我泡的呀。那我就放心了，毕竟咱俩才见2天。哈哈哈哈，一口闷了半杯，我差点喷出来。哇呀，好酸！江醉墨这才忍不住笑了。我也觉得，但是补充维生素，人家一片好心，咱俩可不能不喝。我眼睛亮亮，捧着杯子又喝了2口。他说咱俩爱。没人澄清的话，我要开始造谣了。我宣布，江月和江醉墨真的很配。月光玉 YYDS。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我是江醉墨粉丝，但他俩我真的要磕了。看直播江月人品真的挺不错的，长得也漂亮。关键我们江醉墨主动跟他说话，而且看蒋洛那边直播，他是被酸到以后特意倒了一杯带给江月的。我靠楼上的，我要入坑了。全部打扫完卫生，已经5点了，又到了写题目兑换晚餐的时间。梁飞在节目组的劝说下来到了大厅，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他，但也仅仅1秒，就又继续做自己手头上的事。这次的题目有点难度，是根据薛定谔的猫延伸出来的哲学论题。许毅几道公式几句话解决了这个题目，简单明了，言简意赅，却也引人深思。至于我，则是引用了社会上的热点新闻来论证。这一次我却比梁飞慢，他紧跟着许毅就交了纸，然后颇带嘚瑟地瞥了我一眼。行吧，小人得志的嘞，反正交题排名不重要，答题数量对我来说才是排在首位的。总之这道题大家算是都交了，于是获得了节目组准备的大餐。这还是来到别墅以后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选座位就成了首要任务。我当然想坐在江醉墨边上或者对面啊，小眼神紧紧地盯着他，结果这一盯还盯了对视。他笑，怎么都站着坐呀，说着就在一侧中间坐下了，又朝我看了过来。我眼疾手快，拉开他右边的位置就坐下了。蒋洛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周凯顺着坐在他旁边，也就是江醉墨的对面。同时许毅也就近坐在了江醉墨左边。就剩梁飞一个人还站在那儿，但也没得挑了。他眼底的怒火已经有些控制不住，咬紧牙关憋着坐了下来。为了防止尴尬，蒋洛一直在找话题，感觉题目越来越难了，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题。周凯，我才要担心了，后面没饭吃，你一定会分我一口的吧？洛姐，我们似乎都有意避开和梁飞对视，姨母笑看着他俩打情骂俏。江醉墨看了我一眼，微微挑眉，吃饱了？我摇头，狗粮不抵饱，今晚我要大吃特吃。然后江醉墨拿起我的碗，又把桌上的菜都夹了一遍，甚至贴心地避开了我不爱吃的胡萝卜和香菜。我惊了，不止我，江醉墨在干嘛？我要开始磕了呀，我要发疯了呀，卧槽卧槽，我要变色了，我要变粉色，救命！我好像磕到真的了。不是，为什么他会帮江月挑香菜呀？他俩之前认识吗？梁飞面色铁青，气得把筷子拍在了桌上。闻声，我们和摄像机都转了过去。许毅皱眉，放下筷子，靠在了椅背上，不打算再说话。蒋洛打着圆场，怎么了梁飞？不舒服吗？梁飞根本不领情，做了什么东西？厨师不能干别干了，这段剪掉，等会儿再给我送2个面包来，要咸蛋黄的。满屏的问号飘满，而我也终于能肯定，他不知道节目已经变成了直播，莫非他的经纪人没告诉他？我们没话说了，导演组也很奇怪，我们节目公平公正，不存在你没做题还给你饭吃的情况。什么面包？搞笑吧梁飞，那是江月给你送的面包，把观众当什么呀？对嘉宾尊重吗？
导演组实惨，这节目还挺真的，到现在都没给他们手机，梁飞都掉粉500万了，还不知道这是直播。节目组牛逼，经纪人和经纪公司都奈何不了。前面的这个节目是一个神秘人投资的，据说梁飞公司已经想办法打点了，愣是连这个神秘人的秘书都没见到。卧槽，牛逼啊！节目组确实牛，事情已经尴尬到了一种境界，但摄像机依旧没有关。说真的，这尴尬的氛围，我也没胆子去盯着江醉墨看，这会是真的有点想玩手机了。梁飞见无人搭理他，就连节目组也一言不发，终于绷不住脸面，转身上楼。就在空气有些凝固的时候，一道闪光灯突然在我眼前亮起。蒋洛笑眯眯地晃了晃手里的拍立得，感觉你俩好搭，没忍住拍了一张。别介意啊，没来得及反应，就听到我不介意。江老师呢？江醉墨主动问我。老天爷啊，他喊我江老师，我想在地上打滚啊。拍立得的画面里，我侧着头里头发，江醉墨正好往我这看，脸色还带着笑容。就一张不好分啊，那肯定给江月啊。江醉墨哥一看就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江醉墨微笑，可以再拍一张吗？我也想要。我愣住了，怎么也不会想到江醉墨会主动要跟我合照。说真的，我现在已经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暗恋我，但我也不能普信啊。你猜怎么着？我一把推开他，说那是另外的价钱。其实心里还是盘算了一点小九九的，毕竟我是江氏大小姐呀，怎么可能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我就期待着江醉墨会不会有一瞬间的失落，然后发现我其实挺特别的。然后来，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番心思梦女了，心情有些难以言说。江醉墨低声笑了，可以？我问他可以什么？另外的价钱，你说多少都可以。我大脑轰的一声炸开了，弹幕也疯了，这小子什么情况？不会一早就暗恋江月吧？我的评价是比隔壁恋综甜，如果是我的话，会走到江月耳边对他说，这么多人看着呢，别让我下不来台。如果是我会跪下来求江月跟我合拍一张，窝囊组加一分，哈哈哈。江月居然拒绝了啊！谁再说他查我不认了，再查也没定力拒绝江醉墨的主动合照吧？呜！我愣了一下，凭借着多年来参加酒会、翻墙逃学、巴拉巴拉面不改色的经验，强撑着说了一句让我想想，然后跑回房间了。这下好了，一共6个嘉宾跑了俩，节目组似乎对我格外宽容，决定暂停拍摄，大家都休息休息。只不过这个间隙，节目组又给出了10道题。为了看这10道题，我假装镇定地走出了卧室。好吗？这么大的大帅哥就在我眼前晃，白色老头衫和黑色睡裤宽宽松松，但若隐若现的腹肌反而更诱惑了。无所吊位，我就是被诱惑到了。你瞪这么大眼睛看我干啥？我没有啊，在看题。哎呀，我心耗。谁让你在题板面前走来走去的？爱我是。谁知道他乖乖巧巧地走到我旁边来坐下了，一声不吭的就开始写公式。我也不再说话，我害羞啊。再看那个哈喇子都要把我草稿纸打湿了。许一侧头，江醉墨咋了？题太难了。江醉墨低着头摇了摇，几秒后泪眼汪汪地抬起头来说，没有，就是被嫌弃了。大哥，我下巴要惊掉了，合着你是这样的江醉墨。我以前的认知偏差过大，我需要重新思考，这人生是我梦寐以求的爱豆了。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冤，姐们真的啥也没干，被骂绿茶，索性就披了几年绿茶的人设。但此时此刻，我请问一下，江醉墨难道不是更绿茶吗？我身为当事人，没法让场子冷下来，就笑呵呵地说，没有嫌弃啊，是你太帅了，晃来晃去我没法集中做题，让他眼睛亮亮的也不说话。我又接了一句，第一我就不想了，跟许一大哥没法比，但是争个第2总还行吧。真的很想出去逛超市啊！我承认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心虚。如果是我是粉丝这件事被戳穿，仅仅是掉了根头发这样无伤大雅的小事的话，那么我对他感情变质，从粉丝想当老婆这种事，简直就是美丽黑长直像假发套一样脱落那么恐怖。尤其是他的粉丝看到一个女人老往人身上贴，这得多恶心啊！我假装镇定，假装什么都不存在的看过去，他却眼睛持续亮亮，这回说话了，想去逛超市啊，知道了。我觉得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谁说江月往江醉墨身上贴的？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江醉墨怎么这么像小娇妻啊？我是民政局，我来了。不是，谁还记得这是益智类脑力比赛综艺呀？我不知道，弹幕已经疯刷江醉墨像是小娇妻的言论，我呆愣在原地，已经被江醉墨眼里的光亮彻底迷住。他的眼睛本来就是非常清亮的琥珀色，如今带着笑意看着我的时候，像是万千星辰的洒进那双眼里。我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的流星仿佛都砸到了我的头上。江醉墨又柔声开口，看来我的新目标已经定好，争个第3名就够了。我猛地转过头，在心里疯狂提醒自己，现在千万要冷静，要冷静。如果再和江醉墨对视的话，我甚至害怕我溺死在那双温柔的眼里。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我的耳尖早已经红透一片，而又全都被江醉墨收在眼底。
我深呼吸一口气，根本不敢对上他的眼睛，磕磕巴巴，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我们一起加油。”我以前只知道江醉墨演技好，但是却没想到他的美男计居然也玩得这么溜。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有温热的呼吸喷在我最敏感的耳垂，我身体当即僵硬，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转头又正好对上江醉墨视线，他眼里带笑，偏偏声音却又无辜委屈：“我会拿到成绩，和你组队逛超市的。这次可不要再嫌弃我。”我心里已经快要炸锅。大哥，你知不知道这可是直播呀？江醉墨的那些伪粉都已经快要骂完我祖宗18代了，结果他现在这个正主反而在这里撩拨我。刚刚这番话，我可以理解为变相的约会邀请吗？许泽当即眯着眼睛，用那种暧昧却不能言语的眼神盯着我们。我大脑有些着急，磕磕绊绊半天才又重新憋出一句：“看你表现，其实我是想立刻点头同意的。毕竟能和我追求这么久的偶像一起逛超市，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甚至已经足够我回忆半生。但是人在江湖混，要的就是脸面，就算我是死忠粉，也必须要矜持一点。”江醉墨是看出我的想法一样，笑得更加开心，那双漂亮的桃花眼早已经弯成了月牙形。看来我要好好表现了，绝对不能再被嫌弃。许泽终于看不下去，啧啧两声开口道：“麻烦你们2个人注意点场合，我刚刚吃饱，现在不想再吃狗粮。”万万没有想到，纵横娱乐圈这么多年，我跟江醉墨最大的 CP 粉居然就在我眼前。我们这一帮人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熟悉，关系也亲近不少。就在氛围轻松且愉快的时候，刚刚上楼的梁飞却又突然回来，那双眼睛含恨般地盯着我，像是毒蛇的毒牙一样。江醉墨在圈里毫无疑问的顶流，但凡只要跟他传出点新闻，都能立刻咖位飞升。他现在用这副眼神看我，应该是不满，本来属于他的位置被我抢了吧。梁飞紧紧地盯着我，那双眼睛格外怨恨。江月，你一个不入流的18线，花钱硬砸进这档节目里，就是为了跟江醉墨炒 CP， 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人？娱乐圈的风气就是被你这种人败坏的。我脑袋上当时冒出一排问号，梁飞这是吃面包吃傻了？我有理有据，谁告诉你我是18线？顶多也能算得上3、4线。虽然我这个人黑料比较多，黑粉也比较多，骂我的人更多，但是这却丝毫不能影响到我的流量。毕竟黑红也是红吗？我笑眯眯地看着气急败坏的梁飞，总感觉他现在更像是一只被踩到了尾巴而叫嚣的猫。这档节目本来就是益智类答题选秀，我已经用我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我有参加这档节目的资格，反倒是你连最基本的数学题都答不出来，你是有什么脸赖在这里继续给大家提供笑点的呢？我说话毫不客气，在对人这方面我更是从来都没有服过谁。一旁的江醉墨眼神里闪过一抹暗意，更是看着我微微勾起唇角，而许泽完全是不可置信的样子，恐怕他也没有想到我外表这么清纯无害，其实对人的战斗力相当厉害。梁飞咬牙切齿，看起来像是随时要被我气昏过去。不过也对，他在圈里这么多年，始终以前辈的身份自居，想要欺负我一个小花瓶是最简单的事情。但不过没想到我根本不给他脸面。梁飞牙关咬得咯咯作响，现在的他看起来更像是已经被气昏了头，一定要让我付出代价。江月，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干净，你背后是哪个金主，我心里清楚。面对一个老男人陪吃又陪睡，还真是辛苦你了。而在他这番话说出口后，不止我们瞪大眼睛，就连节目组也慌了神。要知道，这可是直播呀，直播呀！娱乐圈里明星后面有君子之言，那是公认的事情，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搬到明面上说。梁飞是疯了吗？我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梁飞说的是我上个月跟我老爸出门的时候被路人拍到这条视频，当时还火上热搜，不少人都在说我背后靠着金主才能在娱乐圈里继续混下去。他为了找我的麻烦，还真是下了血本。江醉墨的脸色也难看下去，我在他准备开口说话时，我及时制止了他。这种场合当然还是要自己往回找面子。我冷笑一声，你是从来都没有跟你爸出门逛过街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够理解，原来跟家人一起出门也会被人认作是背后靠着金主。梁小姐是不是过惯了这种跟金主出门的日子？所以不管看到谁都是同样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澄清这件事情。而在我们的直播同步进行时之前拍到的视频画面也再一次火了起来。有网友特意去截屏了视频中我老爸的脸，同时和我的脸相互对比，居然得出了7分相似度。在长相问题上就已经能够证明我说的话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证据。我冷眼看着梁飞，他不知道我的底细，但我却知道他的。梁飞才是真真正正的靠着金主一路爬上来的，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换过多少金主，才让他勉强维持在现在这个地位。梁飞又被狠狠噎了一句，看向我的目光毫不掩饰其中的怨恨。我从来没有想过主动招惹是非，但是他不长眼，先来得罪我的。导演组连忙叫停了直播，生怕我们2个人的司机再牵扯出圈内的其他大瓜。梁飞恶狠狠地看我一眼，直接转身上楼。我看着他气恼的样子，唇角微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就你这种小手段也想跟我斗？
抓紧回家洗洗睡吧。2天后，节目组公开了答题项目的名次，排在第一的毫无疑问是脑王许艺，他甚至已经答对了35道题，获得了出去自由活动的机会。第2名就是我了，答对了18题。江醉墨和蒋洛并列第3名，答对了17题。第4名周凯12题，第5名梁飞4题。看到这里，梁飞彻底绷不住了，大喊着要退出节目。导演无奈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坐下了。梁飞怒了，你们什么意思？怎么敢把我关在这里？天天就给我吃面包，饿死了你们能负责吗？我再说一遍，我要退出这个节目。半晌无人应答。他继续尖叫，你们都哑巴了吗？再不说话我就让浩总封杀你们。永远别想出头了。我点了点头。梁飞，你背靠金主任性惯了，我能理解你的破防，但是又没人绑着你，有手有脚的，想走为什么不自己开门？他似乎没料到我会正面硬刚，脸上闪过一丝得逞的笑。你出道这么久，黑粉也攒够了，刚刚这段话恶剪一下播出去，你可要火了呀，江月。没想到你这么沉不住气，可惜啊，马上就要被骂一声黑了。他还在笑着，我却突然尬住了，忍不住挠了挠自己的头发。他笑又怕了。现在求我还来得及，我摇摇头，宝，这是直播捏。还有，你每天吃的面包是我送到下划线。梁飞脸上当时惨白一片，有些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节目组。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人跟他说过，那他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岂不是都会被网友们看到？他出道以来辛苦这么久，维持的人设在这一刻可以宣告已经彻底塌成废墟，就算是身后靠着再大的山，也绝对就不回来。而且今天早上，节目组为了搞事，特意优先安排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可以跟现场观众一样，实时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而此刻，我们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不远处的大屏幕上，上面正在疯狂闪动着网友们的评论。江月，你是懂说话的啊，女儿好会骂人，我好爱。早就看梁飞不顺眼了，没想到买假学历有金主还耍大牌，梁飞瞬间发疯，尖叫着就要冲过去砸大屏幕。你们所有人都在一起搞，我对不对？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是直播，把这些东西关掉关掉。现在的梁飞大吵大闹，如同一个疯子一样，我下意识地往身后躲了躲，生怕他的发疯牵连到我身上。导演组虽然也是一脸嫌弃，但不过却根本没有关闭直播镜头，反而是只盯着梁飞一个人拍，这可是上热搜的好机会，说不定这个节目就能一飞冲天呢。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那些马甲以及背后的那些金主都已经被网友们扒了个底朝天。我眯着眼睛看着不远处的大屏幕，心里闪过一丝冷意。我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要送给梁飞，没想到发疯半天的梁飞突然之间又把目光盯准在了我身上。下一刻，他张牙舞爪的就直接朝我冲了过来。江月，这一切都是你提前安排好的，对不对？都是你故意做的，完了我身后的金主彻底封杀你，完了你滚出这个圈子。现在的梁飞真的跟疯了的状态差不多，居然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江醉墨一把挡在我面前，直接拦住梁飞的手，眼神冷冽，带着压迫感。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我从江醉墨身后探出头来，微笑着看着梁飞，用最轻松的语气告诉他一个致命的好消息：你到现在还在等着你的金主帮你呢，他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头看看热搜，这可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一份礼物。没错，我已经查到了梁飞身后的金主浩总居然吸毒。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警察，同时也震惊全网。梁飞瞳孔紧缩，他不自觉地向后退了2步，随即一屁股摔坐在地上。他当然知道浩总吸毒的事情，但是一旦他落马，连带着他的人生都会被影响。梁飞的脸上满是绝望，所有的一切全都毁了。与梁景浩非耍大牌，景浩梁飞浩总一起上热搜的，还有景浩浩总吸毒这么一个话题。据警方通报，调查浩总已久，在各方支持下搜查出关键性证据，下一步将对相关人士进行进一步审问。妈呀！警察通报了那个浩总吸毒被抓了，马上就要扎梁飞了。说好的益智类呢？这是什么探案警匪片吗？我擦！20岁即将线上参与现场抓毒贩。Looping， 我没有吸毒。楼上的小海狸，我绷不住了，别笑死我！与此同时，节目组接到了警察局的上门服务，梁飞被带走了。我们也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江醉墨敲了敲门，我请他进来。为了不让粉丝误会，门没有合严，留了条缝给摄像机。最新发现，梁飞微博已经被注销了，看来他吸毒锤了呀！没人再关心他怎么样，毕竟吸毒犯不可原谅。只要想到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说的缉毒警，想到他们隐姓埋名、战战兢兢地活着，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安定，我就心里一酸。永远不会原谅吸毒的人，他们不能被称之为人。我开始后悔给他送面包。江醉墨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开心，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根葡萄味的棒棒糖递给我。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没错。”我一下就绷不住了，情绪有些失控。
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身边会有这样的人。我入行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缉毒题材，虽然是个炮灰，但我真正开始了解到缉毒警的伟大。当时看到的照片全都是，只能是已经牺牲的。我却还给他送面包，语无伦次之际，一滴泪顺势而下，到底是没绷住。其实没什么好哭的，抓到贩毒的人是好事，应该开心，应该骄傲才对。可就是想哭，就是情绪没法控制。下一秒，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木质香带着阳光的暧昧，猝不及防地闯进我的鼻腔，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江醉墨抱着我的手很紧，他拍着我的背，又摸着我的后脑勺，一下一下的，我就这样平静了下来。江月，你没有做错，这么多年我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已经见不到像你这样单纯又直率、包容又有个性的人了。而这么多年来，你依旧善良大方，有自己的底线，感性理性能兼顾得很好，温柔又有力量，这样的你一直激励着我往前走啊。江醉墨的声音从前是清冷的，可这一刻突然多了些暖意，我惊住了。所以江醉墨真的很久之前就认识我了吗？啊，这是表白吧？江醉墨好坚定啊，他怎么这么会夸呜？果然是真爱吧，我又相信爱情了，月光浴是真的。全都给我磕！这是节目组贴心的送来手机，称每个人获得2小时自由上网的时间。刚开机就收到了我爹无数条信息，如下：怎么样，江醉墨这小子不错吧？你们俩穿胎裆裤的时候，我就说话他以后肯定有出息。这节目我算是投对了，还以为说服江醉墨参加要费点力气呢。一说你参加，他直接签合同了，经纪人拦都没拦住。梁飞这个人怎么回事？放心，我去查他，果然有问题，解决了，从头看到尾，我真是热泪盈眶啊！爹，有你了不起！我噼里啪啦回他，结婚你做主桌。我爹秒回，这不废话。江醉墨在旁边委屈巴巴地看着我，我倒是不尴尬了。原来是叔叔家的儿子，幼儿园还一起玩过，那时候天天过家家，我演爸爸，他演我的儿子。后来他越发长得挺拔了，也就被送出国读书去了。谁知几年后摇身一变，男团出道回国了。他一直记得我，而我却把他忘了。于是我拿手机屏幕冲他摇了摇，他看清其中字迹，也终于一副你可算知道了的表情，笑了笑。其实因为梁飞的事情，这档节目应该不会再继续播出，但是奈何节目组后期立大功，直接发挥了完美的抠图能力，居然把一直在参与录制节目的梁飞全都 P 掉。甚至一时间，网友们又发现了一个找不同的游戏，所有人都在兴致勃勃地对比着梁飞参与节目时和节目组后期处理过的画面，争取找出梁飞存在的蛛丝马迹。但是不得不说，这档节目的后期真的值得加鸡腿。第二天，我笑眯眯地答完了第20道题，江醉墨和蒋洛则在争第3名。我嘚瑟的嘞，故意欠欠地说：“呀，究竟是谁会去跟我逛超市呢？是谁呢？”蒋洛一边憋笑一边算着题。江月，你好损啊！我放弃了，虽然很想跟你一起逛超市，但这题我是真的不会。与此同时，江醉墨放下笔，得意洋洋地挑了挑眉，都说了我知道了，答案是我。周凯也把笔一丢，许一个脑王，江月一个清华的，江醉墨一个记忆力大师，怎么比啊？没法比！我靠！江月是清华的，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入股江月不亏啊！呜，我们小月真的很优秀，终于被大家看到了啊！呜，我说江醉墨和江月，蒋洛和周凯这2对绝对成了，他们不是真的，我就是假的。在点开这个直播之前，我是来骂江月的，对不起，现在已经疯狂打脸了。我没想到一个脑力比赛综艺居然成了2对，隔壁恋综还在修罗场，估计1对也成不了。家人们一部月光浴超话，有大大剪了他们初见到恋爱的视频，我磕死。半个月后，江醉墨微博官宣了和我的恋爱关系，配图是一直我看着他的拍立得，评论瞬间炸开，官宣江醉墨终于拥有了和江月的合照，所以这是另外的价钱吗？你小子不会是出卖色相吧？这条评论被顶到了最前面，江醉墨破天荒地回复了：这能告诉你吗？我们小情侣的事你别管，然后立刻上热搜，后面跟了一个大大的爆，评论一水的啊。紧接着我爹来凑热闹了，转发了江醉墨的微博，喊了一声女婿。卧槽，江佩是江氏的总裁啊，他喊江醉墨女婿，那合着江月是他女儿？救命！江月居然是江氏集团大小姐，哪个江氏啊？不会是那个富豪排行榜上前50的那个江氏吧？楼上的就是的。同一时间，热搜被我占了个遍。江醉墨江月官宣，报江月是江氏集团大小姐，报江氏集团总裁喊江醉墨女婿，报江氏匿名为山区捐赠3亿，报江月给山区建学校，热江月江醉墨为警察家属提供资金，而我手机被江醉墨抽走。看着我，专心一点哦，小男朋友吃醋喽，我先溜了。